我单身，学长也单身。就算他真对我有什么意思，那又怎么了？我难道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把关。你有什么资格帮我把关？你不是已经跟苏小姐谈婚论嫁、展望未来了吗？还管10年前的前任干什么？还是说你喜新厌旧？苏小姐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你要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，然后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来吧。风走。楚轩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对着捕梦网许愿，梦就会被烧到天上去。运气好的话呢，梦就会实现。你还信这个？嗯，老人说过，只要相信，一定会有奇迹发生。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那有什么难的？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太难了，我那么普通，那么卑微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我自工自读才算把自己养活。所以，我知道我跟你之间的差距相差太远了。况且，你从来就没给过我什么承诺。别说了，冉冉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还哭成这样，有这么入戏吗？我一想到我自己也是个可怜的人，我眼泪就止不住。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，我要努力把演员这份工作做好。思远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倪苗苗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你当我瞎吗？你们两个在我眼皮底下眉来眼去，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是不是对李淼淼还余情未了？是不是？你愿意去找他吗？你合同不签了？丽萨姐，你的合同，陈董看过了，没有任何意见。李瑞的诚意都在这里了。那就请林秘书帮我向陈董表达谢意了。思远，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林秘书的。签完合同，羡慕我什么？像你一样做个素人多好啊，自由自在的，不用顾忌这儿，也不用担心那儿的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跟人暧昧，也不怕被狗仔追着跑。苏小姐，这是想退圈了？那我跟陈董汇报一下。林秘书，开个玩笑嘛，你工作也太认真了吧？难怪陈董和我们思远这么看重你。苏小姐凭一己之力帮米瑞力挽狂澜，陈董和陈总当然会更看重你。林秘书，你也不用妄自菲薄。
陈董以前不了解我，想让我当全职太太，让我知难而退。现在知道我能帮米瑞翻身，当然舍不得让我销声匿迹了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让他失望。啊，对了，丹尼买，当然，走吧。你先走吧，我约了产品部开会。开什么会？送我回家。你的心里。还是不够多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无耻吗，陈思远？你要是心里有别人，就别到处招惹人。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太傻，是我太天真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？没有，你挺好的。你不要跟我发什么好人卡。要是没有他的话，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变？这和淼淼无关。怎么就和他没关系了？最近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，事后还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装给谁看呢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汉字表，表面客客气气，坚守妇道，实际上表出天际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，自己做的事还怕别人说啊？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？我怎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？在思远和陈总面前，你装的大度有礼，背地里让我知难而退的时候趾高气扬、咄咄逼人。你敢说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什么？你和常几星纠缠不清，现在又想和思远藕断丝连，还借着我们的感情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汉字表和白莲花无缝切换。发疯之前先过下脑子。我要是想整你，陈思远早就是你前男友了。你装什么好人？要不是你把他迷得五迷三道，思远怎么会无端端的跟我分手？都是你。别闹了，放手！能不能别闹了？放开我！你为了他，孙思远，分手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听明白了吗？我不同意。你都不知道有多狗血。
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被人扇巴掌，而且巨响，你知道吗？那整个停车场都一直在回荡着那个声音。谁打你啊？苏贝贝。是我先动手。那你在这？不是，你俩在哪儿打的？啥情况？因为啥呀？你因为陈总跟苏贝贝打起来了，烦死了。那这也是好事啊，对吧？那最起码能证明小陈总心里向着你啊。什么呀你？哎，我就说嘛，他终于憋不住了。他之前故意跟那个苏佩佩就什么你侬我侬的，又让你给他应援，给他当司机，又投资的，那不就是为了故意刺激你吗？对吧？就打蛇打七寸啊。2年前我还没有发现，但是吧，这次肯定没错了。他对你瞎说，你别八卦了啊！你帮我想想怎么办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之前你跟我说你那渣男初恋是不是就是小陈总？是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天哪，苗苗姐，喝酒喝酒，真不是。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发现，你俩。那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活该。你这次听我的，你别搭理他，晾着他，听到没？什么呀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说什么呢？哎，那你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俩那不就是2个哑巴吗？我俩人心眼子那么多，怎么愣是凑不出一张嘴啊？你也不说，他也不说，那不就被苏佩佩抢先了吗？这哪跟哪儿啊？不承认什么呀？岑夫人，这么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你家岑总呢？放心让你来这种地方吗？岑夫人，这么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你家岑总呢？放心让你来这种地方吗？哼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米瑞岑总的夫人。岑总的女朋友不是那个女明星苏佩佩吗？这位没见过啊。女明星怎么了？你不懂男人。什么是男人？喜新厌旧是他们的特征。只要是一个男人，一定会出轨的。啊，不会吧？苗苗，如果你连岑总不要你，记得跟我说，我要你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。你谁呀你？有病吧这人？这什么垃圾玩意儿啊！别跟他生气啊！这破店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了。车还是我买的，一脚油门说走就走，潇洒得很。把我一个人丢在停车场，你说他是不是良心被狗吃了？陈总，淡定淡定，你现在破防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破防？我给你算一笔账，你妈打了你一巴掌，林秘书打了你一巴掌，苏佩佩打了林秘书一巴掌，林秘书打了苏佩佩一巴掌，林秘书一共打出了2巴掌。你别算了，这瞎算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林秘书一共打出了2巴掌，他是不是付出的感情最多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哇，下雨了，走这边吧。程锦星啊，你还没走啊？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干嘛呀？这，妈呀！我就跟你说吧，经常走夜路肯定会碰见鬼的，以后可得小心了。但是姐，他这刚喝完酒，又被这么一闷，会不会闷死啊？咱们去看看吧。
没事吧？不会死了吧？哎，没事吧？林淼淼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你打的我？什么呀？我是你有病吧？我刚才一走出来就有人拿这个刀套着我打，是不是你？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。就是你打的，不是我。别动！干嘛呀？越想越气。你看我以后还管不管你了？喂，陈思远，林小姐，你老婆现在在我手上。什么老婆？我给你10分钟，赶紧来二姨，不然我就跟她求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陈总，怎么回事？快走！常景星让人给打了，苗姐以为他死了，就过去看热闹，结果常景星抓着他说是苗姐喊人打的。死了就死了，瞎凑什么热闹？陈总来了。常总这又是得罪谁了呀？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今天出现的太巧合了，我不得不怀疑是他找人打的我。不是我找人打的你。所以你把我叫过来是为什么？曾总，咱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了解我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承认她是你老婆，我就看你的面子，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是我喊人打的你。你说的是。好，于洋报警。好嘞，他打的，把他抓起来。常总，淼淼哪有胆子打你啊？他这么说是故意气我。他要是进去了，我妈非得活撕了我不成？那你承认她是你老婆了？哎，我这儿呢。哎，说话是吧？是。我认定她就是我的老婆。好，非常好。那这位是谁啊？不说话了，回答不上来了。哎，你认定了她是你老婆，那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情妇、小三儿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种事情就不劳常总。不难断，很简单。这位是于洋，这是于洋女朋友，简单吧？你看啊，大家都讲道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新闻满天飞，你就告诉我们，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前任。前任，女朋友就是女朋友，情妇就是情妇，小三就是小三，前任是什么东西啊？曾太太，你家教不严，他背着你找小三儿。陈思远，你混蛋！哦哦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既然你是陈总的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不是你打的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受到惊吓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哎呦哎呀！哎呀！你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？人又不是我打的，我怎么了？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吗？还给我装！医院走廊里你吼什么？再说了，今天是我求你来的吗？算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本来就是啊。好，现在我又成了抢别人男朋友的 bitch 了。你满意了？
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狗东西！是，我是狗东西。好了，别扯了，去找人吧。我已经跟他说分手了，现在去吧。渣男。老子变成渣男是因为谁啊？因为你说那段风大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人。我的姐啊，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婆。你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啊？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陈总，这是我们经过几次会议最终定下来的2款杯套，要投入到下个月的线下商铺活动中去的。您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？陈总，陈总，讲到哪儿了？就是我们最终确定了这2款杯套，一个是新年款，一个是情人节款，一款是东方国风，一款是西方浪漫。您再看看。我那只呢？早就扔了。跟设计部同事讨论一下，加上蝴蝶元素，蓝色多脑盒蝶。蝶元素，让设计部同事强行合理化。陈总，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？没事儿。跟德曼第一个合作店的软装设计，目前什么进度了？在这儿，您看一下。有那么好看吗？好看。怎么像小孩一样？不服气你换个人追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。这什么品种啊？这个叫蓝闪蝶，它的翅膀在阳光底下会折射出特别好看的光芒，就像宝石一样。这个呢？
你要不要再近一点？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。我这不是想多跟你学点知识吗？这样可以变得和你一样有文化。你还挺上进。这个好看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以后把它印到咖啡杯上。多幼稚啊！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。李淼淼，10年之约还没到期，你不可以越界。我现在适合表白吗？是不是经常想起他？是不是每天都能见面？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在等他的微信？是。他是不是每天主动给我发微信？不是。是不是总能看见他笑？不是。是不是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？你真的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吗？陈总早。哎，小周啊，打个电话给林秘书，再不来上班，算他无故缺勤。淼淼姐早上请病假了。病假？哦，高温发烫。真矫情。切，还矫情。我倒要看看今天你在公司里不能坐得住。要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，在指尖的轻柔。你要是以后还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改密码了。我代表公司过来看看你，听说你发烧了。别乱摸，死不了。我刺探病情，我乱摸。你又不是医生，添什么乱啊？快回去吧。我不。
谁啊？这先生，你的外卖。邓先生，你俩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？他约我今天去德曼店巡视装修进度，然后我说我生病了，他就……我说这么着急把我往外推，我偏不走。公司最近很忙，德曼第一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，还要准备各种上市的材料手续。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，工作交接了吗你？我请过假了呀，我严格的遵守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流程。等我病好了，我会把工作补上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软装设计，喝完药干活。老板亲自监督你，1对1服务，说明这个软装布局是很重要的。德曼的软装布局，设计师已经做了2套方案，刚已经发你微信上了。你看看哪个好？我觉得我们米瑞的店铺一贯是走复古电影风的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屡次出圈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德曼的商场是比较前卫时尚的，如果加入第2组设计里面的包豪斯风格，可能会更加吸引人。啊，继续。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要做复古的风格，但是像前台、卫生间这种地方的软装，可以加入一些明亮的色块，包括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小型的打卡区。这个打卡区的风格可以1个季度更换一次，包罗万象，紧跟时尚。听着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费钱。好不容易才有的德曼的标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，陈总。再想想吧，看看有什么既省钱又新颖的想法。资本家。你成什么呢？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柔。热的，凉的。监工就监工，怎么还软硬兼施呢？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？方案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设计师了，会按照你的修改，你不用担心。少来，我都已经做到一半了，我可不喜欢半途而废。谁喜欢半途而废啊？那有时候不是不得已吗？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说，到了这个年纪还谈什么爱而不得，就耗呗。
但你知道吗？10年，我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多谈几个人，多见见世界，不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但是为什么心里满满还是你？说看星空，看日落，不如看我的眼眸。可是明明你已经把我撕成碎片了，我却没办法恨你一点。你怎么这么烫？去医院。陈思远，苗苗病了，我现在带去看医生。还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包好4风格的椅子，皮质要软。苗苗，公司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安心休息吧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。帮你女朋友摁着，1分钟以后再放开。好。的放纵，要不是梦中盼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陈思远，你出来。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，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了不起啊，陈思远！无缝衔接啊！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是吧？那就是我错怪你们了呗。那咱俩和好，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陈思远？你真铁了心要跟我分手是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行，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承认，一直忘不了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选择了逃避。我以为只要我心里可以不想他，不见到他，我就会不爱他。但当我回国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天空慢慢亮了，我不想再逃避了。还在睡着，对不起。相遇的情节在脑海中放着，剧本演的是我不完美的角色，戏份不会太多，我也懂得。从你的世界经过，寻找被爱的资格，喜悦封存着，偷偷寄给云朵。合同上很多地方不对，我需要调整。好，我要加5个甜。好。爱你
像是配合主演的临时角色，清醒的入戏了，却忘我了。你好像也察觉了什么，不动声色，偷偷用心配合，爱你像遥远的风吹过。好的，陈总，我明白。我到下午就跟战略部的小伙伴沟通一下。对，明天就可以完成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方案我一定出来。明白。病还没好就这么拼？米瑞不缺你这2天的 KPI。刚关心完苏小姐就过来关心我。中央空调啊。我关心谁，整颗心向着谁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当你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体验了一次别人体验过的被照顾。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先好好休息。这急性肠胃炎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又不是没犯过，死不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动不动就死不死，说话跟诅咒似的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你有好处啊，给你心里腾一个位置，好让你不用那么纠结。我纠结过吗？我有1分钟1秒钟纠结过吗？我在家不是明明白白的都说明白了吗？我以为你听明白了。要不我再说一遍？我要睡了。中午想吃点什么？你们俩真分手了？多伤人啊！我以前是渣男，现在也是，不拜谁所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人生病本来就是保护自己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，我又不会倒下嘛。你应该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，毕竟你把人家伤得这么深，你都不去管管。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说话颠来倒去的。你是太平洋警察，管这么宽？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啊，工作治百病。要不是你过来督促我工作的话，我熬一碗黄芪还能干一个通宵。你这是又有劲儿了。可能是盐水起作用了。还真有点饿了。饿了？那待会儿自己点外卖。我先回公司。去呗，不用跟我报备。月月姐，你咋样了？好点没？来就来吧，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天呐，你都不知道，陈总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不省人事了，把我都给吓死了。我赶紧就赶过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大补的东西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有藏红花、西洋参、灵芝、海参，还有燕窝、冬虫夏草。哎呀，周婉啊，
你这每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呀？买这么多，这么破费啊？这不是为了苗姐的身体健康吗？这点东西算什么呀？小钱，洒洒水了。周婉，咋了？婉婉，婉儿，好吧，是陈总吩咐我买的。苗姐，我可是你俩的 CP 粉，你千万别把我出卖了啊！就生这么点小病，花这么多钱。哎呀，可是说呢，饿了吧？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对，你尝尝，还热乎的呢。哇！哎呀，真不枉我做你和陈总的 CP 粉这么久啊！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小炒肉、排骨汤还有鲫鱼豆腐，这全都是你爱吃的。这不就是普通的大众口味吗？是吗？嗯。你老实交代，你俩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是哪一步啊？有没有到那一步了？什么呀？没有，没有到那一步，他还给你买这么多东西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没有。反正我听说小陈总昨天一夜没回家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陈思源怎么这么对我？你还在弥锐片场呢，别那么小孩子气。这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人气，别不珍惜啊！就是气不过，我为他放弃了多少？新加坡的事业我都不要了，他倒好，见了旧情人，说不好甩了就甩了。这女人啊，对感情就像衣服，缝缝补补又3年。但男人对感情呢，他也像衣服，穿旧了也就扔掉了。感情能值几个钱呀？你清醒一点，只有事业跟钱才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啊！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我知道让你放弃一段感情不容易，但他还没有公之于众啊，说明你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回转的余地的。他呢可能就是一时上头，被那女的搞得鬼迷心窍了，等他醒悟过来就好了啊。就是，谁知道最后还不一定。你跟苏佩佩怎么回事？